纳维亚是主 C， 但又不仅仅是主 C。对的，像我这样子的宏观玩家，在纳维亚巅峰的时候，已经开始思考他没落时的出路了。那么我们打开刺玫会的入会手册，上面写着老板纳维亚普通攻击偏向于摆设，是一种对付小喽啰的直率拒绝。只有在面对重大社交危机的时候，纳维亚才会开喷。当然，为了更有杀伤力，纳维亚开喷前呢，最好叠盾。盾叠的越多，对对方的伤害呢就越高。另外，喷的越准，喷到目标身上的点越多，伤害也会更大。所以纳维亚的元素战技伤害同时受到叠盾和喷的准不准两个要素的影响。对线时的输出能力呢，取决于双方的距离、数量，因此贴脸开喷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是最稳定的输出方式。另外，我计算了命中不同数量散弹的加成倍率，这个在游戏中呢并没有具体写出。我觉得这可能是原神希望把伤害变得更琢磨不定吧，想让玩家通过实践去得出结论，而不是通过理论计算。因为我每一次都会算嘛，我的感受就是从须弥开始，想要清晰的计算出一支队伍的理论伤害，工作量越来越大，而且和实战的差距呢也是越来越大。接下去手册上还说了，当纳维亚在对线中取得优势后，会发射礼花作为庆祝，先爆发一段，然后呢跟上17发炮弹。我们可以发现啊，在实战中纳维亚并没有召唤出实体的大炮，所以呢这是纳维亚在对线时的信心，通过炎元素幻化出来的意念炮弹能够轻松摧毁对方的信心，让他在对线中取得优势。大招持续12秒，能量60点，倍率不高，是一种帮助纳维亚叠盾的手段。两个被动天赋呢，不用多说，一个是开炮后给自己4秒的附魔，提升一下叠盾的效率；另一个是鼓励组其他元素的队友，能够提升攻击力。毕竟人一多，喷起来就厉害，这也很合理嘛。然后纳维亚的命座一命呢，解放了纳维亚的充能；2命优化了纳维亚的词条选择，以及缩短了他的启动时间；4命让他拥有了减抗。这些命座呢，都可以让纳维亚这个角色变得更灵活，可以作为一个速切的角色去任何队伍中，也可以让他摆脱掉双眼组队。6命呢，则是一个提高伤害的命座。所以开篇的时候说，纳维亚不仅仅是一个主 C。技能的设计决定了纳维亚存在更多的定位，比如盘岩加后台同色副 C 作为一个驾驶员战场，或者就是单人入队作为一个速切的角色。那么最后来到我们喜闻乐见的平民玩家0+024词条的纳维亚伤害计算。这里剩余物我选择了回声套，武器就选择了极霸剑，使用 Q1A1A 的手法，裸伤是28.2万。组班尼特加弗尼娜加盐吃满拐以后，理想伤害呢上升到了55万左右。然后这把武器会比金一的天空大剑伤害略高，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平民的下限了吧。另外，基里大剑也可以作为一种骚操作拿出来用，能打3次伤害，但是对于叠盾的效率就会有要求。我觉得在对群的时候拿出来玩玩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外观看起来并不太适配。然后我们知道携带班尼特呢伤害会更高，但是也会受到化敌为牢以及原魔的制约嘛，所以我把队伍中的班尼特剔掉，提高灵活性，这时纳维亚的总伤害呢会下降到40万，虽然少了一些，但是班尼特换成其他的角色来输出也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嘛。总体来看，纳维亚这个角色的设计还是相当有诚意的，相比过去的岩队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作为枫丹角色呢，依然是遵循了利用场地资源的设计思路，所以如何高效的产生场地资源，也就是结晶盾，是提高纳维亚输出效率的一种思路。那么反过来，这种思路会不会在未来成为一种针对枫丹角色甚至是种门的手段呢？那么这期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下期我们再聊一聊纳维亚的优点和缺点。